不能调用 QQ 和微信，那我不登录还怎么用？直接放大就是适配大屏了，推到后台还能接着播放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事无成频道。本期视频我们来了解一下鸿蒙5系统上一些好的和不好的应用体验。鸿蒙系统有独立的应用生态，只能从应用市场安装鸿蒙应用。另外，不支持应用侧载，也就是不能像安卓那样找个鸿蒙应用安装包安装，更不能打开 APK 格式的安卓应用安装包安装。在应用市场中，常用的大部分应用是有的，常用的小部分应用没有，常用的大部分游戏应用没有，还有国外的大部分应用都没有。问就是开发者还在开发中。为了解决部分应用没有开发出来的问题，鸿蒙系统可以安装一个名为卓易通的鸿蒙应用。在这里可以安装非常多的安卓应用，也可以在文件管理应用中用卓易通打开安卓 APK 安装包并安装。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安装的应用在应用市场中已经上架了，那么大概率是安装不了的。在卓易通上运行的应用，类似于在鸿蒙系统上的一个容器内运行安卓应用。容器内的安卓应用想要调用容器外的鸿蒙应用，或者反过来调用，由于有容器的阻隔，调用不了。比如在卓易通内安装了一个腾讯云游戏，想要调用 QQ 或微信登录，不好意思，卓易通内的安卓应用调用不了鸿蒙版的 QQ 或微信。如果在卓易通里安装 QQ 或微信行不行呢？不行，因为 QQ 和微信在鸿蒙系统的应用市场上架了，得从应用市场安装。再比如调用别的应用分享链接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还有文件调用问题，鸿蒙系统的视频播放器可以直接播放文件管理中的视频。嘴脸是有瞎子，不过母亲喜欢就好。而卓易通里安装的视频播放器，想要播放文件管理中的视频，不能直接放，得把视频先复制到卓易通里，然后才能播放，比较麻烦。另外，打开应用的通知权限后，卓易通里的应用可以正常通知，图标下方会显示镯子。虽然通知管理里并不显示卓易通安装的应用的通知，但是在卓易通应用中可以管理卓易通安装的应用的通知。而通知管理中，卓易通的开关仅仅指的是卓易通这个鸿蒙应用的通知开关，不影响卓易通安装的安卓应用的通知。最后，卓易通里的应用还存在无法添加到侧边栏、无法使用小窗和分屏、运行不够稳定的问题，只能说是作为一个临时应急方案使用。在应用市场安装应用必须登录华为账号，应用市场我的 App 中会显示自己所有安装过的应用和安装时间。如果曾经安装过应用又卸载了，会在不在此平板上显示。如果不想要某个应用的安装记录，可以长按直接移除，下次再安装时会显示下次的安装时间。而 iPadOS 只能隐藏，不能移除。鸿蒙系统这点非常好。购买记录，个人猜测应该是未来推出付费应用后会显示花钱购买的应用，而 iPadOS 的购买记录会显示所有付费和免费的应用。另外，应用市场的软件更新是自动更新的，和 iPadOS 一样，完全不需要操心，不像安卓系统那样，明明设置了自动更新，实际上并不会自动更新，非得手动点更新才能更新。那已经上架应用市场的应用体验怎么样呢？安卓系统的应用大多对竖屏的小屏幕设备做了适配，而对横屏或者大屏幕设备的适配做得很差，比如平板电脑、电视，这样就无法完全发挥出大屏的价值。而鸿蒙系统独立的应用生态中，除了适配竖屏之外，多数应用对横屏、大屏设备做了适配，当然也有少数应用的适配滥竽充数，或者根本没有。比如腾讯视频、闲鱼适配了横屏，但没适配大屏，把内容是直接放大，真是大聪明。再比如西瓜视频和微博，且不说直接放大内容没适配大屏，前者没适配横屏，
完全不能横过来使用，后者适配了横屏，但适配了一半。还有一种真聪明的选手，我仿佛看到了平行世界附体，比如知乎和 IT 之家，左边跟手机一样是竖屏，根本不用对大屏横屏适配，右边未使用的状态显示应用图标，阅读信息时直接显示内容，省心而且效果好。目前已经上架应用市场的大多数应用的功能，没有安卓或 iPadOS 系统上的多，当然广告和与应用主页不相干的模块也少，算是有利有弊。比如我常用的哔哩哔哩没有手势操作，不显示章节进度条，看不了文章。比如 QQ 音乐变得很纯粹，但是难保后面额外的功能不会被加回来。当把正在播放的视频接到后台，或者把相机接到后台时，安卓的视频画面和相机预览画面会暂停，但鸿蒙的依旧会正在播放或预览。还有一个小的细节，在安卓系统的设置应用中，如果选择了多级菜单，当把设置应用切回后台，过一会儿重新打开时，一定会回到设置首页，还得重新点回去，非常麻烦。而在鸿蒙系统中，重新打开设置应用时，页面依然会停留在之前打开的状态，和 iPadOS 的设置类似。好评。总的来说，现阶段想要拿鸿蒙5系统作为主力机，还请慎重。如果对应用的功能需求比较轻度，想用来尝鲜新系统的 UI 动画和功能的话，可以放心使用。希望鸿蒙生态越来越丰富，鸿蒙系统越来越好用。